了美国，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敢说自己比中国强？那自然是号称三哥的印度。今年5月，印度时报发文称，印度预计将在年底成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超越日本，2028年将超越德国。底下的印度网友那是一片欢呼，印度经济增速已经比中国要强了，新印度超越中国指日可待。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印度网友迷之自信，认为自己一定能超越中国呢？印度超越中国的梦想有朝一日真的能成为现实吗？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们深度分析一下印度能否超越中国。印度即将超越中国。近年来，这样的论调屡屡见诸报端，仿佛这个南亚大国只差临门一脚就能成为全球增长的下一个主角。然而，热闹的数字背后是难以掩盖的发展现实。GDP 总量超过了谁，人口超过了谁，仿佛就成了衡量国家强盛的全部依据。但真相却远非如此简单。一场看似鼓舞人心的超越论，为何更像是一场世纪骗局？100年时间过去，印度的发展到底卡在哪儿？如果我们不带滤镜，拨开神话的迷雾，就会发现困住印度的不是外部敌人，而是自己体内的病灶。1947年，印度刚刚结束殖民统治，成立共和国不久，首任总理尼赫鲁就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印度要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这句话几乎成了后来印度国家发展的主旋律。哪怕国内还在为温饱奔波，哪怕工业化刚起步，印度却始终把站在世界舞台中央当作自己的追求。那种信心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毫无疑问的是，印度有着深厚的文化和历史积淀。在印度精英阶层眼中，他们并不是一个新国家，而是一个古老文明的现代延续。从佛教、印度教到陀文化，从恒河流域的古国到莫卧儿帝国，印度长期以来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有智慧的民族之一。这种文化自豪感让印度在刚获得独立时就有一种我本来就该是大国的心态，同时印度的体量也给了他底气。不管是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数量，印度都不输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大国。1947年建国时，印度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地理上横跨南亚，三面环海，战略位置重要，资源丰富，民族众多。这些先天条件在印度看来是做大国的天然资格。更重要的是，印度认为自己与西方的关系相对亲近，会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接纳。由于长期被英国殖民，印度保留了大量英式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和教育体系。英语在印度的普及程度在非英语国家中首屈一指。建国后，印度虽然坚持不结盟，但实际上与西方的联系从未中断。冷战之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美国更是把印度视为制衡中国的重要棋子，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抬高了印度的国际地位。从尼赫鲁到今天的莫迪，印度政府对做大国的执念一直没有变。他们发展核武器，发射火箭，申办国际盛会，积极参与各种多边对话平台。哪怕经济增长缓慢，哪怕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印度始终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露脸的机会。对外，他们希望世界把印度当作大国；对内，他们也不断灌输我们是强国的理念。但有声有色归根到底只是外在表现。一个国家是不是大国，最终还得看它的综合国力和治理能力。印度不是没有努力，为了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建国以来的每一代印度领导人都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和资源。比如，在工业和经济发展上，印度不是没有规划。独立后的尼赫鲁政府提出了混合经济思路，一方面保持部分私营经济的活力，另一方面又让国家主导重工业发展。他们建立了大量国有企业，比如印度钢铁公司、印度煤炭公司等，意图通过国家力量推进工业化。但由于官僚体系臃肿，效率低下，很多企业发展的并不理想。到了1991年，印度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这场危机反而成为一次转机，以辛格为代表的改革派推行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放松对外资的限制，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也由此催生出印度后来的 IT 神话。班加罗尔一跃成为印度的信息技术中心，大量软件公司和外包企业在此落地，印度程序员走出国门，走向全球。在科技上，印度也非常有雄心，它是世界上较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1974年，印度在拉贾斯坦沙漠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宣称这是和平核爆，但谁都明白，它是在向世界证明自己有能力掌握终极武器。1998年再次进行核试验后，印度彻底进入了有核国家俱乐部。这对印度来说是身份认同上的一大跃升。
在对外关系上，从尼赫鲁时代开始，中国就被视作印度最主要的对标对象。两个国家同在亚洲，几乎同时独立，都是人口大国、文明古国。这种天然同龄人的身份，让印度对中国格外敏感。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经济上一路高歌猛进，逐渐甩开印度的那一刻起，这种敏感变成了强烈的竞争心理。印度不愿被比下去，更不愿被世界视为落后一档的角色。为了追上中国，印度几乎在所有关键领域都把中国当作参照系。中国改革开放后，高速公路、高铁、港口、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迅速完善，形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浪潮。印度看在眼里，也急在心里。2014年莫迪上台后，提出印度制造战略，强调要改善营商环境，加快基础设施投资，吸引外资建厂，复制中国速度。于是我们看到印度开始大力修建高速公路，扩建港口，推进智能城市计划，设立工业走廊，目标就是打造出类似中国沿海经济带的制造业中心。从这些方面看，印度确实不是一个懒惰的国家，它有梦想，也肯付出。它不甘于做一个区域大国，而是想成为全球重要玩家。跻身5常席位也是他们的终极梦想，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印度虽努力，却并未完全走出发展困境。那么，印度的发展到底卡在哪里了？其实，归根到底，问题出在4个字：结构失能。最首要的是政府治理能力的长期低效。印度虽然表面上是一套成熟的议会民主制度，但在实际运行中，这套体系常常陷入政党纷争、效率低下的泥潭。政策更替频繁，一个政府刚上台就被拉下马，许多政策没来得及落地就被推翻。比如土地改革、税收体系优化、劳动力市场现代化，这些对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经常在议会里被无限拖延，久拖不决。与之相伴相生的是官僚体系臃肿僵硬，严重拖慢了执行效率。印度的官僚系统保留了很多英殖民时期的管理模式，重规章轻执行，地方政府之间协调困难，项目推进效率低下。想修一条路、建一个厂，不仅程序复杂，还容易遇到贪腐问题，权责不清，推诿扯皮。很多外资企业对印度投资望而却步，根本原因不是市场不大，而是办事太难，成本太高。更重要的是，印度的社会结构问题根深蒂固，种姓制度虽然法律上被废除，但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广泛存在，尤其是在教育、就业、婚姻等领域，仍对底层人群造成极大限制。这种看不见的天花板限制了社会流动性，削弱了整体人力资源的活力。再加上宗教分裂、语言多元、地方民族意识强烈，让本就复杂的治理体系更加碎片化。很多国家层面的政策到了地方根本推不动。同样的，社会层面的问题还在于教育与基础设施的长期滞后。印度有极强的高端人才输出能力，硅谷有不少印度面孔，诺奖获得者也不在少数。但问题是，这些只是金字塔顶端的人才，大部分印度人接受的仍是基础薄弱的初级教育，农村地区识字率长期徘徊不前，医疗、饮水、住房等公共服务覆盖率低，让人口红利变成了沉重的社会负担，而非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仅如此，印度的经济还面临着结构长期偏失的问题。印度跳过了制造业的全面崛起，直接从农业社会跃入服务业导向的经济体。这种跳跃式发展在初期带来了软件外包等优势产业，但也留下了巨大的结构性短板。制造业始终无法形成强劲支撑，就业吸纳能力弱，技术积累不足，最终造成的是增长无根基，就业无保障。更严重的是，印度社会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战略统筹机制，各级政府各自为政，中央与地方的政策常常互相掣肘，遇到危机，政策反应迟缓，要干大事常常虎头蛇尾。许多宏大的国家计划，比如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最终都因为落实难、协作难，沦为口号多、成果少的工程。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不是靠换一个领导人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打一场外交翻身仗就能扭转的。它们存在于制度内部、文化结构之中，早已形成了一种慢性病式的发展困境。印度的问题并不是缺了某一项条件，而是每项都差一点，但整体又始终不到位。它像一个拼图，拼到最后总差一角，而这一角恰恰就是国家整体动员能力。一个国家若想崛起，必须有协调一致的制度，有执行到底的政策，有跨阶层的凝聚力，而这些恰恰是今天印度最缺乏的东西。分析完印度的现状，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印度这些年的成就。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印度经济这些年确实跑得挺快，数据摆在那里，谁也不能否认。从2021年到2024年，印度 GDP 年均增速分别高达 9.7%、7.6%、9.2% 和 6.5%，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确实名列前茅。印度拿出这样的成绩单，确实有资格在国际舞台上炫耀一番。截至目前，印度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 3.91 万亿美元，紧追在日本 4.11 万亿美元后面，差距只有不到2000亿美元。按照这个趋势，印度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确实不是天方夜谭，可能就在2025年或2026年实现。今日，俄罗斯甚至在5月报道称，印度早在今年年中就已经实现了超越日本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印度这些年来的经济增长能够如此之快？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独特的人口结构优势。2023年，印度人口就已经超越中国，成为全球第1人口大国。如此一来，印度不仅有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还有年龄中位数只有 28.4 岁的年轻劳动力，这些都是印度经济腾飞的硬条件。尤其是印度人口的年轻化结构，这是目前中国都已经不再具有的优势。如今的印度可不担心老龄化的问题，印度担心的反而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劳动力人口明显过剩。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工人薪资和社保水平的提高，海外企业在中国的用人成本正在增加，全球制造业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而印度就刚好承接了从中国来的制造业转移，特别是在纺织、化工、电子组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那么印度的年轻人是都去进工厂拧螺丝做轻工业产品加工吗？还真不是。印度的 IT 外包企业在全球都很有名。由于印度之前当了英国几百年的殖民地，加上英语是印度的官方母语，所以印度在21世纪初因为语言在全球 IT 市场里有着意外的优势。要知道，全球有 35% 的软件外包业务都由印度完成。为什么？主要是因为印度的年轻码农便宜，薪资低，还懂英语。班加罗尔如今被称为印度的硅谷，这可不是浪得虚名。现如今，从微软到谷歌，从 IBM 到 Adobe， 这些科技巨头的 CEO 都是印度裔，因此印度在 IT 这个高端行业里也确实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这个不可否认。这种人才输出确实让印度人感到骄傲，也成为他们对自己经济有信心的重要来源。那么未来的印度经济真的会如一些印度网友所预料的那样，2028年超越德国，在此之后超越中国吗？如果说印度超越日本、德国还是近在眼前的现实，那么超越中国就是天方夜谭了。虽然印度 GDP 的总量已逼近4万亿美元，但中国的 GDP 总量已经达到了 18.74 万亿美元，也就是说5个印度加起来才勉强够得着中国的 GDP 总量。更让印度扎心的是，中国一个国家的 GDP 总量实际上超过了德国、日本、印度和英国4国的总和，这种差距不是一星半点，而是天壤之别。当今世界，中美是2个当之无愧的超级经济体，中美2国加起来的 GDP 比排名第3到第20位的所有国家总和还要多。目前印度虽然排第5，也在奋起直追，但和前面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哪怕是中国一直以来的经济短板，人均 GDP， 印度也是没资格和中国碰瓷的。截至目前，印度的人均 GDP 只有2740美元，基尼指数超过 0.3， 贫富差距巨大，国富而民穷。这个差距意味着印度现今的人均 GDP 相当于中国2007年的状态。换句话说，印度经济水平实际上整整落后中国17年。这种差距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得更加明显。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脱贫攻坚的目标，而印度至今仍有数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印度有近 65% 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这些人的产出占印度 GDP 约 50%， 但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城市人口相比差距巨大。更要命的是，印度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太明显了，制造业基础薄弱，产业链不完整，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硬伤。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而印度呢，制造业占 GDP 比重仅为 17.2%， 远低于发展中国家 25% 到 30% 的平均水平。印度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同样令人尴尬。截至2024年，印度出口在全球制造业中所占比例仅为 1.8%， 这与印度今天的全球经济排名格格不入。这个数字恰恰说明，印度虽然号称要当全球第4大经济体，但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却微乎其微。换句话说，印度经济虽然体量不小，但质量不高，
在全球经济分工中仍然处于几乎边缘的位置。印度的低城市化率也能充分说明问题。印度的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31.2%， 而中国早就达到了 65% 以上。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更是一目了然。中国的高铁里程已经超过4万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超过17万公里。那么印度呢？虽然印度也在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但与中国相比，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还有很大差距。至今连一个高铁项目都没正式落地。在科技创新领域，中国的 5G、人工智能里的 DeepSeek， 还有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以及太空空间站都能和美国掰手腕。等到中国完成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产业全面升级，中国的科研创新力可以说不比美国差。而印度虽然在软件服务外包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在原创性技术创新、高端制造业等方面与中国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这些数据和事实都证明，虽然印度经济增长很快，但与中国相比，无论是经济总量、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基础设施，还是科技创新、教育水平，都没资格做中国的对手。这种差距不是短期内能够缩小的。印度要想真正赶上中国，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看着这些数字，你还觉得印度有资格和中国平起平坐吗？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差距这么大，印度为什么总是喜欢和中国比呢？说到底，这是一个国家的心态问题。印度从建国开始就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结，要做发展中国家的老大，要做第三世界的领袖。但现实是什么？就在印度建国之初到处吹牛拉拢人心的时候，中国不声不响地发展起来了，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的代表。这让印度怎么能接受？这不是明摆着抢了他们的风头吗？1962年那场中印边境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对中国人来说，那可能只是历史书上的一页，根本不是重点内容。但对印度来说，那是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也使得老德里变成了新德里。在印度人看来，那场战争是对印度的巨大羞辱，彻底击碎了印度的大国梦想，也催生了后来的印苏结盟。这场战争对印度国际地位的打击是巨大的。战前，印度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战争的结果让印度的国际形象受到了严重冲击，也让印度人对中国产生了复杂的情绪，既羡慕又嫉妒，既想学习又不服气。印度的这种心态就像是一个一直认为自己应该是班长的学生，突然发现另一个同学不仅成绩比自己好，还当上了学生会主席。这种落差感，这种不甘心可以理解，但不能成为盲目自大的理由。而且印度政客们太喜欢用超越中国来煽动民族情绪了。每当国内经济出现问题，民众对政府不满时，他们就抛出超越中国的口号来转移视线，掩盖国内的各种问题。莫迪政府更是把这种心态发挥到了极致。印度媒体在这方面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印度媒体经常夸大印度的成就，贬低中国的发展，营造出一种印度即将超越中国的假象。这种舆论环境让印度人更加相信自己国家的强大，也让他们对现实的认知更加扭曲。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真正健康的发展心态是什么？不是和别人比，而是和自己比。中国为什么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不是因为整天想着超越谁，而是踏踏实实的搞建设，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走，专注于解决自己的问题，提升自己的实力。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从来没有把超越美国作为国策，也从来没有把超越哪个国家作为发展目标。中国的发展目标很明确，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种务实的态度和明确的目标，正是中国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反观印度，整天想着超越中国，却不愿意正视自己的问题，反而把精力都用在了和中国的比较上。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只会让印度离真正的强大越来越远。真正的大国风范不是整天喊着要超越谁，而是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印度如果能明白这个道理，也许真的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大国梦想。最后，微笑非常希望你的订阅，让我们一同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